一边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里电话那头哭到说不出话的范冰冰，另一边是中国大陆网络上相关讯息在12小时内几乎被清场，连他发一张吃大闸蟹的自拍都被删。第62届金马奖这座影后，让他正式从地母里的农妇凤英走回华语电影聚光灯中心。但作为大陆演员，在中国市场等待他的却依然是一堵冰冷的墙。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芳华。金马影后这一届竞争被外界形容是死亡之组，入围的名单里有大萌的方玉婷，我们意外的勇气的刘若英，深度安静的林依晨，我家的事的高依玲，再加上地母的范冰冰。最后宣布结果的时候，人不在台北的范冰冰凭马来西亚华语片《地母》拿下了影后。导演张吉安带他上台领奖，先讲了一个小故事。当年他还在犹豫要不要找范冰冰演凤英的时候，范冰冰直接跟着他回马来西亚老家下田采泥巴，甚至当场在田里跌了一跤。休息的时候，他问他：你干嘛这么拼命争取这个角色？他只回了一句：我想重新来过。典礼现场当场响起了掌声。接着他当场打电话给范冰冰，电话的另一头，他一开口就已经哽咽，好几次说不下去，只一直重复特别开心。谢谢评审，谢谢导演，也谢谢金马给了他这个机会。范冰冰在得奖感言里提到了张吉安当初对他说：你愿不愿意让我摧毁你的脸？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：范冰冰奉陪到底。在他看来，这不只是外表的改造，而是和角色之间一次很深的灵魂对话。他还特别说，自己作为一名中国电影人，希望未来能用更多的作品传递价值，被看见更深的意义，并再次的感谢金马始终如一的支持，鼓励华语电影人，祝福中国电影人在光影中绽放更璀璨的光芒。对一个在中国内地被封杀了7年，从范爷跌成劣迹艺人的人来说呢，这番话其实也像是说给自己听。如果把时间往前倒带，这座金马影后其实是范冰冰这几年复出3部曲的第3关。2018年，他因逃税被点名，阴阳合同事件引爆了整个中国演艺圈税务大整顿。最后，官方公布的数字是追缴税款、滞纳金加罚款，总共逼近8.8亿人民币。那之后，他几乎从中国主流荧光幕上消失，被贴上劣迹艺人的标签。那么这几年他一路往外走，接韩国片绿叶，跑柏林影展、国际影展红毯，接着是马来西亚拍地母。就在金马前不久，地母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，外界一度以为他会先在东京拿下一座影后当暖身，结果颁奖前夕，网络流出了一份疑似评审内部投票截图，显示他原本在3轮投票中胜出，但最后关头却被部分评审以地区平衡等理由翻盘，传出是中国评审做局，宁愿得罪他，也不敢让他在东京封后。新洲网的报道称，文彦反对范冰冰胜出的非公开理由是，他作为中国电影人，若让迄今一直遭大陆影视圈封杀的范冰冰获奖，自己日后会难以立足。他甚至直言无法上台与范冰冰同场，更不可能为范冰冰颁奖。范冰冰当时在微博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当你遇到不公平的时候，要觉得这是正常；当你遇到公平的时候，要觉得这是幸运。从东京的不公平到台北这一晚的公平，他终于等到了那一次幸运。导演张吉安也感性地说，能用地母陪一位女演员重新出发，是当导演最大的福气。恭喜范冰冰第62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。
典礼结束不到几小时，范冰冰工作室的微博就发了一篇祝贺文，恭喜范冰冰凭借地母中凤英一角，荣获来自宝岛的最佳女主角。整篇贴文刻意避开了2个关键词台湾和金马奖，只用宝岛最佳女主角这种模糊说法，还是冲上了微博热搜。但是热度还没烧热，贴文和热搜就一起隐死了。原因不明，官方没有解释，网友只看到点进去显示内容不存在。范冰冰本人则是在23号凌晨用自己的微博报平安，刚回复完所有好友的600多条祝福信息以后，暴啃了3只大闸蟹，此刻有点幸福，有点懵。他配了一张素颜自拍，旁边是一盘啃得只剩壳的大闸蟹。结果这篇吃蟹庆功还没撑几个小时就消失了，连螃蟹壳都没留下。微博上相关影片剪辑、祝贺贴文陆续被下架，甚至连亲弟弟范丞丞也都未发文祝贺姐姐得奖。最亲的人都不能够表达任何祝贺，不少粉丝与网友都认为太夸张了。搜寻范冰冰金马地母，几乎查不到任何的东西。只剩零星网友在范冰冰超话玩擦边球，集体晒自己吃的大闸蟹，用螃蟹接力的方式替她庆祝。有人在网上问得很直白，金马影后连个热搜都不敢给，也有人苦笑，爱给不给，国际认可就够了。有趣的是，虽然中国社群平台在技术上清场，不少内地网友还是透过翻墙海外平台看到了消息，在外站留言恭喜他生命力太顽强，守得云开见月明，也顺手夸了台湾金马一句专业有格局。有人说，因为范冰冰的努力和坚持，因为张吉安的赏识，因为金马的包容，华语电影才还有向前的可能。也有人直接把台湾的金马奖拿来和中国大陆的金鸡奖对比，认为金马只看演技颁奖才是最大的价值。当然，范冰冰在得奖感言里2度提到中国电影人，在台湾社群也掀起了一波小争论。有人吐槽谁跟你中国人，也有人帮他解读，一个在政治敏感带踩钢索，又想保住内地一丝空间的演员，大概也只能够用这种方式试图让两边都不那么难堪。对金马来说，这一票等于是替他的表演背书。在地母里，他卸掉了红毯上的华丽装扮，披着头巾踩在烂泥里，用沧桑的身体语言和崩溃到失声的哭戏，让评审觉得洗尽铅华。颁奖典礼结束以后，在金马惜别酒会和庆功宴上，又发生了一个影迷会疯传的小场面。金马主席李平斌带着导演李安突然的走到地母导演张吉安背后，开口就说：我非常喜欢地母，你有空坐下来聊聊吗？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拍出来的。1个小时后，李安换上便服出现在庆功宴，和地母剧组坐一桌，还一起视频连线范冰冰，亲口的向她道贺，并细问剧本怎么发想，如何重塑她的形象，怎么把降头民俗和国族边界议题绑在一起。张吉安说，那一刻他激动到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记得李安叮咛他要坚持自己的叙事风格。那么对张吉安来说，这是导演生涯的一次魔幻时刻，对范冰冰来说，则是他重新出发的一次实质肯定，不只来自金马，也来自另一位华语电影的标志人物。接下来地母还得回马来西亚闯一次电检，范冰冰自己则要面对另一道更难闯的看不见的审查，她在中国的解封之路。那么如果把范冰冰这几年的故事浓缩成一句话，大概就是网友说的那句，这是跌倒7次站起8次的故事。
从北京的税务罚单，到东京的评审风波，再到台北的一通电话领奖，他一步步把自己从红毯女王拆到只剩角色本身，那个在稻田里跌倒，在荧幕上哭到变形的农妇凤英。金马这座影后不会立刻的替他打开中国大荧幕的大门，但至少证明了一件事，在还有人愿意只看演技不看标签的地方，他依然有站上舞台的资格。至于哪一天他能不再只用一盘被啃光的大闸蟹来向粉丝报平安，那可能是他人生下一次真正的重新来过。您怎么看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